们想要享受我们荣家的荣华富贵，那就得承担起这份责任。要么出力，要么出人。我们荣家不养无用之人。那在我娘之前那个白氏太太呢？她为你生儿育女，就因为妨碍你攀高阶，你就对她赶尽杀绝吗？赵华安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看来他还有许多话没对我说呢。他现在还经常和太太来往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去把太太请来。奸人！奸人！我荣定坤一生有这么多的女人，到了这一步，只有你娘对我最好，对我最温柔啊。白氏的事很复杂，赵华安和这个皇室，那都是心怀鬼胎，居心叵测。儿子，只有咱们父子俩，那才是真正的血脉相连呢。你怎么能配合着外人来害我呢？我不是在害你，爹，我是在救你，我是在纠正过去，我是在弥补过去。我不想将来再有一个孟徐安这样的人，隔三差五的跳出来报复我们荣家。我要是我大爷，这对你身体不好。我也不想长命百岁。不行。回复我的言，我就告诉你白氏的事。说吧。我和白氏成亲之后，就到上海做生意，很少回家。他不甘寂寞，就偷了人，还跟那个男的生下了一儿一女。我不认，他就要和那个男人私奔。半路上，也不知道是碰着劫匪了，还是那个男人反悔。总之是把他们杀了。那2个孩子呢？都被杀了。问完我，你就可以走了，不要再烦我了。爹，
白氏那一对儿女真的不是你的？不是。那到底是谁的？是荣定坤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荣定坤，郭家镇人，光绪10年3月初4生，小名关哥，父荣有德。知道了，别再说了。爹，您之前提过，白氏的那一对儿女是你兄弟的，那他现在人在哪里？下世了。我亲手。你们再也找不到他了。你说什么？爹，你说什么？你亲手做了什么？那人到底是谁？啊？阿和，阿和，你们再也找不到阿和了。阿和，你明明知道我走投无路了，你为什么不帮我呀？你要是能体谅我，我也不至于走这一步。都是你逼我，都是你逼的我。爹，阿和是谁？阿和是谁？爹！是你逼我的。先下去吧。杨秀成回来了，他查到一些线索，是关于你的身世的。冯先生啊，冯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杨先生好。那个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出去了。文春里的事，我要向冯小姐和你的家人道歉。为虎作伥虽不是我的本意，但我也是个有罪之人。我这么一个小人，冯小姐瞧不起也是应该的。但是之后，若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，你尽管吩咐。杨某一定车前马后，不敢有半句怨言。杨先生发挥特长，帮着七爷扳倒荣家，就足够赎这一桩罪了。至于你其他的罪，就不是我可智慧的了。坐吧。七爷跟我说，你查到了关于我身世的线索。是。荣定坤他其实不姓荣，而是姓秦。你说什么？赵华安自荣定坤开始闯荡之时就跟着他了，他知道荣定坤所有的秘密。我买通了他手下的一个亲信，那个人告诉我，前年赵华安的女儿嫁人，在酒席上，他喝得大醉，说了很多胡话，其中一句就是荣定坤不叫这个名字。
而是叫秦水根。那他又是怎么变成荣定坤的？中途改了名字吗？好像从一开始，他就是冒名顶替的。那他就有可能不是我的生父。这个赵华安说的话可信吗？都说酒后吐真言，我觉得可信。荣定坤所有的直系亲属，他的父母、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全部都死于一场疫病。但是我听当地的老人说，荣家本来就住在镇外，又是关门闭户躲疫，本是好端端没事的，是荣定坤带着病死的发妻和儿女的尸首回家，把病带回荣家，荣家的人才会染病而死。反倒是荣定坤说是用了西洋的药，反而没事。你是说，他为了掩饰自己，杀了整个荣家？我是这么推测的。这20几年来，荣定坤从来不跟荣家剩余的老亲来往，宁可重用皇家的子弟，也从来不提拔荣家的人。这难道不奇怪吗？对，他心里有鬼，不敢和荣家人接触。没错。如果他的身份真的有问题，那他为什么要成为荣定坤？真的荣定坤又在哪儿呢？我会彻查此事的，杨先生。感谢你的情报，能帮上你，我也很高兴。我如今也算是迷途知返，我也希望荣定坤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可以问一下，七爷是怎么安排你的吗？助他吞并荣家，他把荣家台湾的运输线给我。这可是一份相当大方的奖励了。冯小姐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若真的宣战，你同家上恐怕……我们结束了。他似乎误会我们俩是亲姐弟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就让他这样误会吧。不管真相如何，我们俩都是没有未来的。还聊着呢。哟，回来了！来，我来，辛苦了。哎，好，回见啊！吃过饭了已经？是啊，你还没去呢？啊，去晚了，红烧鸡腿又没有了。我现在过去。这儿了，慢点。好，走。世珍，别等了，说不定你哥先回去了啊！才不会呢，我跟他约好了的。哦，好。世珍，哥哥，走，我们回家吧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我听说你跟医院申请，要带一名家属一同出国，护士那边可都传开了。是我妹妹，我准备带我妹妹一起过去。你妹妹，她不是去北平教书了吗？这一次的奖学金啊，非常丰厚，
足以支付我们2个人一起出国生活了。我呢，给他挑了一所好的大学。以我妹妹的聪明才智，她一定能够攻读硕士学位的。没见过你这么疼爱妹妹的哥哥，您太太将来恐怕跟小姑子很难相处好了。我暂时可没有要结婚的打算。小姐，你要买房吗？这是荣氏商行新修的房子，这一片都是独栋，上下有4个卧室，2个卫生间，还有最新型的下水系统。这一片老房子都被拆光了吗？啊，倒也没有。那个西角那边倒有一栋老房子，烧得不厉害，不知怎么一直保留着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边的房子差不多已经售出60%，再往前走3个路口就是河岸。到时候港口建设完成之后，4家船就可以。嘉少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抱歉，刚才说哪里了？港口。哦，这是个民用港口。差不多有80到100个船舶位，这周边配套的这个商铺和酒店公寓楼都已经在修建了。嘉少，你喜欢航海吗？我舅舅才送了一艘新的游船给我，上个月刚刚下水的。我想请上同学和朋友，在船上开个鸡尾酒会，到时候一起来玩吧。多谢李小姐的盛情邀请，只是我有些怕水。平日里尽量不出海，恐怕让你扫兴了。喂，荣先生，你好，这里是北平饭店。之前给您留的大闸蟹，冯小姐一直没有来，您看还用给您留着吗？先留着吧。好的。喂，找谁呀？你好，我找一下住在3楼的冯小姐。她呀，她不在。她去哪里了？这我可不知道，她走得急，也没跟我们知会一声。那她大概什么时候走的？2天前吧，一大早拎个箱子就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谢谢。陈秘书，少爷，您立刻去查一下冯世珍的下落。好。少爷，是不是冯小姐出了什么事了？我怀疑她已经回上海了。怎么会回上海啊？冯小姐不是在北平教书吗？您立刻派人全上海给我找。尤其定景梦学院那边，一旦发现他的踪迹，立刻告诉我。好。
怎么了？你出去一趟，看这样子心情还不好了？因为姨母的事情吗？要不这样吧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问问他，看看他会怎么说。好。您别客气，吃吧。哎，好。我呀，让厨房随便做了几个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。哪有不合口味的？都说上海菜精细，是我有口福才对。来，谢谢。姨母，我爹他……我知道你想了解你爹娘当年的情况，我也好好的回忆了一下，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荣家早年呢还是镇上的富户，后来田里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其实在你出生前就已经难以支撑了，长工都辞掉了一大半。姐夫他是个有远见的人，也不想守着那几亩田地，总想出去闯闯。当时好像是揣了50块钱，就跟镇上的人一起去上海做生意了。那我娘她怎么没有跟着一起来啊？你娘过门没多久就怀了你，所以留在了郭家镇。我爹来了上海以后，他做什么？他具体做我也说不清楚，好像就是在码头上进一些次等的舶来货，走街串巷的叫卖。后来跟朋友合租了一间铺子，生意好多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他那朋友欠了钱，你爹就把铺子给抵了出去，替朋友还钱。我爹他经常干这种帮衬朋友的事情吗？姐夫他为人很仗义的，朋友也多。那刚去上海那阵，跟几个朋友合租了一间石库门的房子。那朋友家里孩子多，他就把那个朝阳的大屋子让给朋友住，自己去亭子间住了。为了这事儿，姐姐没少说他，说他太老实了，怕他以后会吃亏。你别看你爹娘经常分居啊，可是他们2个人的感情是极好的。珍珍，听说你爹现在已经是上海滩顶天富贵的大老板了，你快去跟他相认啊！他要是知道你还活着，都不知道开心成什么样了。是啊。大姐，你刚才说荣定坤赚了一大笔钱，然后发家致富了，这笔钱他怎么赚的？买彩票。这事儿姐姐专门写信告诉我的。这件事情石库门几个朋友他们知道吗？这个我说不上。想必他们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关系亲密的应该是知道的。这帮朋友里面有没有谁跟他长得像的？有，还真有一个。姐夫刚去上海的时候救过一个要自杀的人，还替那人还了钱。后来姐姐怪他乱花钱，姐夫说那人同他长得非常像，觉得很有缘分。后来他们俩还结拜成了兄弟。姨母，那你还记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是不是叫秦水根？名字记不起来了，应该是个泥瓦匠。因为当时你爹娘为了他的事情吵了几句，你爹说那人找了个修房顶的活，应该能还钱。当时我那口子也是做这行的，所以这个我是有印象的。我不是都把你埋了吗？你别老缠着我，你别老缠着我，走开！
七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在哪儿听过阿和这个名字了。先别着急，坐下慢慢说。我曾经为了拿到荣定坤的印信，在他抽过大烟之后接近过他。他当时神志不清，把我错认成阿和，一直冲着我喊，让我不要回来找他寻仇，情绪当时一度崩溃。你先看一下杨先生查到的线索。这是荣定坤的身体检查报告，上面详细的记录了荣定坤的身体状态。他的双腿骨骼完好，没有过骨折的旧伤。果然是这样。一木口中我的父亲，为人正直、善良，对朋友热诚、讲义气，跟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好。而现在的荣定坤，小心多疑，妻妾众多，而且他贩卖军火烟草，无恶不作。这些已经足以证明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但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长得如此之像，甚至一个人可以顶替另一个人，骗取他们亲人的信任。说话口音、行为举止都可以模仿，但是毕竟这是两个人。所以荣家全家都暴病而亡，我母亲惨死，跟真的荣定坤关系密切，有能够辨别真假的人全都死光了。所以这不难解释，你会觉得杀了你母亲的人是你父亲。我记得当时天色昏暗，又是寒冬腊月的，如果有一个哭死我爹的人，在容貌上做了一些修饰，比如说胡子，比如说帽子，那我娘很有可能把人认错。如果要是我的话，可以在你母亲反应过来之前先下手。一个受伤的孩子掉到河里，基本上是凶多吉少了。至于那个襁褓中的婴儿，就更好处理了。我当时已经一跃即逝，他自然是要杀了我。可我弟弟当时不过只是个婴儿，他或许他还活着。就算荣定坤再穷凶极恶，也应该不会对一个婴儿下手。方小姐，你先别着急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查一下，看看荣定坤在那个阶段有没有将什么孩子送人或者寄养。杨先生，我倒是不太赞同您的观点。荣定坤秦水根。秦水根既然已经把荣家上下全都灭了口，他怎么还会在乎一个孩子？我要去找秦水根，我要问问他把我爹的尸身藏哪儿了？20多年了，我爹一直背着杀妻灭子的罪名，他在天有灵，不知道有多冤屈。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要为我爹证明。秦水根虽然说现在是个废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都不是一般人。如果我们贸然登门对质，反而容易被牵着鼻子走，我们会很被动。所以，当务之急，要先找到令尊的尸骨，再逼他认罪。那岂不是如同大海捞针啊？20多年前，谁知道他会把尸体藏匿在何处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会尽快派人去查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
来人呐！老爷，怎么了？那儿有个人。老爷，这就是衣服和衣架，没有人。老爷，这是……你以为我不知道商行那些老东西背着我都干了点什么吗？人呐，就是得寸进尺的东西。你敬他一寸，他非要得一尺。时间长了，难免有见不得人的把柄。好好利用啊！尽快的把荣氏商行的主权拿回来。可是嘉上那边不用管他，他就是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。荣家的天下是你我打下来的，我怎么会由着他毁掉？华呐，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呢，不要背叛我。坤哥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早就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大哥了。谁背叛你，我都不会背叛你。好，大少爷。哦，冯小姐她的确已经离开了北平，回了上海。她现在在哪里？在梦公馆。七爷，荣家大少爷来了，他说想见冯小姐。冯小姐呢？冯小姐和杨先生在书房呢。别去打扰冯小姐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石之呢？你怎么就笃定他在我这里？你我心知肚明，少给我来这套。既然你什么都清楚，扪心自问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见他？有这个功夫，不如回去问问你那个爹，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好事。你什么意思？照片，世珍已经看过了。孟轩，放手！不要这么激动，
有些事情，不是你不说，就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的。宋哥，陆轩。怎么样？七爷，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之前秦水根把我错认为阿和，还说过他曾经亲手埋了阿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爹的尸首一定还在。可上海滩这么大，令尊的遗体可能会被埋在任何一个地方。不，这么重要的一具尸体，秦水根肯定不会随便处置的。他这个人非常多疑。他杀了人，夺取了对方的身份。这20多年来，他一直都在担惊受怕。他害怕我爹，害怕我爹的冤魂，找他回来索命报仇。秦水根做了这么多亏心事，他一定会反复确认这个秘密有没有被人发现。他很有可能会把尸体埋在一个只有他自己可以掌控，任何人都发现不了，而且他可以随便去查看的一个地方。好让他自己安心。荣家在上海有很多仇家，大家都想把他们的丑历史挖出来。这么大一个把柄，他绝对不会落在别人手里，所以，他一定把令尊的遗体藏在自己的地盘上。20年前，秦水根抢了我爹的彩票，那个时候他在上海，没有根基，没有产业。我记得资料里面写着。秦水根在上海买的第一处不动产是2个库房，应该就在这个闸口附近。后来他又娶了唐太太，买了房子，买了铺面，成立了公司。2年以后，他就买了荣府现在这块地，盖了房子。他应该不会把尸体藏在自己的家里面，那会在哪儿呢？库房一直被使用，不便于藏匿。郭家镇又太远，况且那种乡下的小地方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，就一定会有人知道。如果逆向推导，从我爹的线索出发呢？一木不是说过吗？之前我爹在上海的时候，从码头进货贩卖，那他应该住在码头附近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文春里的背后就是一个小码头。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货船在那儿卸货。如果我爹信里提到的那个问他借钱的朋友就是秦水根的话，那他们应该住在一起。那就在码头附近了。上海有这么多码头，为什么你确定是文春里那个？因为秦水根放火烧了的，偏偏只有文春里。我想起来了，荣家在文春里是有物业的，不是在失火后买的，是失火之前就有。是不是那栋老房子，在一棵桂花树旁边，大概20-30步的样子，有一栋拱形铁门的房子，2层楼高，上下一直都装着铁栅栏。我只是在失火后去过一次，记不大清楚，但确实是个2层的小楼。周围那片地所有的房子都被拆掉了，只有这栋楼秦水根不让拆，只是让工人重新粉刷了一下墙面。他肯定不会让工人进门的。是，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，我就去问监工赵华安。赵华安说，这是荣定坤在早年发家之前住过的地方，有感情，后来把它买了下来，想留个念想，所以里面的一切东西都不让动。哦，还重新换了一道大铁门。没错，就是那。当年他们都在一起，一起做生意，一起合租，然后
然后清水根就为了一张彩票，他就杀了我爹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线索，之前觉得跟这事儿没什么关系，但现在想想还是有联系的。曾经上海地产大亨张家想要买温春里的，但是只谈了一轮，秦水根就插手了。他怕外人知道这栋房子，所以他着急吞并温春里，不惜放火烧房。但偏偏只有这栋房子他不敢动，因为这里面埋着我爹。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，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没钥匙打不开心扉。有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啊，与你共舞，又回忆可同步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眼睛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笑容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留下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